老公领他妈去办电话卡，把我婆婆办成了一个老赖，现在要被击毙。我的婆婆昨天晚上后半夜到了北京，到了告诉我托运的行李全拖丢了，机场说帮着找找，现在也没找着。然后今天早上我婆婆可怜兮兮的跟俺俩说我呀需要在中国办个电话卡，问俺俩能不能帮她买一个，我就让大胖媳妇带她去了，俺家阿姨还跟着的。结果到了买电话卡的地方，人家告诉大胖媳妇有2种电话卡，一种是全价卡，就是新号，从来没被用过；一种是半价打折卡，旧号，就是别人不知道因为啥原因用一半不用了。但是作为卖电话卡的人呢，人家有义务告知大胖媳妇，就是这种频繁换手机号的人呢，有很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你很有可能会接到一些催债呀、要钱呐、索赔呀、威胁呀什么之类的一些信息。但是呢，他确实半价。大胖媳妇说，很抱歉，我其实没有太听懂，我就想问，如果我妈买了这个半价的便宜卡，那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对方说，最坏的可能就是以前用这个电话卡的人是个老赖。大胖媳妇看了他一眼说，这有什么的？我妈也是老外。我是老外，他是老外，是老赖，老赖帮助老外。俺家阿姨也不会几句英文，就在努力的跟温迪解释。老赖 no good， 你虽然想省点钱，但是你真的愿意被人当成老赖吗？结果人温迪I don't know， 我喜欢这个名字，老赖 kind of 听起来像 Laura。毫无疑问，我当然要买那个半价的便宜的卡。俺家阿姨也没有办法，最后买了个老赖号给温迪插上。大胖媳妇回家之后，我给她解释了，她明白了，但她看她妈有点害怕那样，她觉得有意思，她还逗她妈，她告诉她妈，完了，咱俩当时都没听懂，犯了个错误，玩大了。这边的规矩就是就按卡找人，卡在谁手里谁就得还钱，看看你手里多少现金，要不然他们要真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了，那我也帮不了你。温迪真是开始越来越害怕了，手机又来短信了，偷摸给我看。我一看短信，其实就是流量包，没啥。大胖媳妇在旁边装她看懂了，告诉她妈，妈呀！对方说不许动，已有狙击手在对面楼顶瞄准你，你不转账到这个账户，计时180秒，计时结束他就开枪。温迪虽然嘴硬说他根本不怕，但其实脸色已经完全变了。我就寻思，你说温迪还说要来中国帮我带孩子呢，这第一天给自己带成老赖了，明天还要领孩子出去玩。他身体是不错，但这么折腾我也怕他腰酸背痛，所以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仪，坐上感觉有双大手托着腰，有个很好的支撑，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怎么动腰都能贴合身体曲线，让腰特别舒服，久坐不累，小巧轻便，哪儿都能用。接下来这一个下午，好几个诈骗电话骚扰信息，有人连着给温迪打电话，温迪也听不懂我接的，温迪还好奇他说什么。我说对方问你是不是刚刚卖了车的赵艳辉，温迪说你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赖。 I'm just a 老赖 I'm just a 老赖。接上。老赖，老赖。哎呀，真是乱套啊！俺家俩孩子给他们的亲爹在海边挖了一个坟，但是虽然乱套啊，这个五一大胖媳妇给我感动哭了。俺们这家人五一去了阿那亚海边，到海滩上，贾奥达和拿铁就非常兴奋的要用沙子盖城堡。我说那好，然后我就去买饮料了，我让大胖媳妇看着他们。我再一回来，老远就看到海滩上有人围观，我过去一看，眼前一黑。首先，他们堆的这个城堡哈，我敢保证绝大多数游客他看不出来是个城堡，它更像是一个包。然后呢，在这个包的朝阳面上镶嵌着一张照片，更关键的是，在大胖媳妇的音容笑貌四周，她镶嵌着一圈哀伤的白边。最关键的是，我回来的时候，张拿铁正跪在土包面前嗷嗷哭。我说你们几个干啥呢？作什么妖？大胖媳妇很无辜，她说孩子们说城堡虽然盖好了，但是他们希望来海边参观的这些游客能知道是谁睡在这个城堡里面，所以他们最初是想把爸爸的名字写在城堡的前面。然后张拿铁呢说他爸姓 J， 贾奥达告诉他咱们的爸爸姓穆赫兰，你也姓穆赫兰。张拿铁说他不姓穆赫兰，贾奥达说那你除非你是捡来的。张拿铁就哭了，所以最后呢就放弃了写名。贾奥达说那咱们就不如把爸爸的照片直接放在城堡面前。大胖媳妇说我觉得孩子们的主意非常好，所以我就给他们了，我选了一张我最正经。我说那周围怎么还有一圈白边呢？大胖媳妇说我怕手机被那沙子整埋汰了，我找了一张面纸给它包上放那儿的，有什么问题吗？哎，你看拿铁还在我睡觉的地方的最顶部扣了一个白贝壳，不好看吗？看着我回来，贾奥达拉着我，妈妈你快来看看，从此爸爸永远幸福快乐的睡在这里。那妈妈你现在决定一下，你是参观人还是入住人？我说我现在属于未亡人，未亡人。就这大胖媳妇还倡议呢，说母亲节快到了，咱们给姥姥和妈妈也各自来一套海景房吧。爸手机里谁的照片都有。我趁我妈还没听清，我赶紧找补。但是幸亏我给我妈准备了真正的母亲节礼物，欧莱雅母亲节礼盒，送妈妈绝不出错，一套满足妈妈日常护肤需求，复颜水乳有效改善皱纹松垮和暗淡，帮妈妈找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个大帆布袋，用着很方便。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去骑马了。本来贾奥达和张拿铁都有点不敢骑，有点拒绝，但大胖媳妇答应他们一起骑，说你们在哪儿，爸爸就在哪儿，肯定就在你一害怕就能抓住爸爸的地方，跟你一起驰骋。结果到了那个地方，人家要求小马必须1.2米以下，大马必须90公斤以下，他横竖都超了。但是为了完成他的承诺呢，他是这么做的。
就他这种大胖子，这几圈下来，我天，要了命了，人也不停，陪到最后。我看他累成那个样，我说你干啥呢？你也不年轻了，而且你说你跑的那个样，人孩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的话给我整的泪如雨下。他说，哎，你告诉我实话，在中国文化中，昨天孩子给我挖的那个睡觉的地方，是那种一睡就睡挺长时间，对不？我说对。他说，所以我刚才就在想，昨天那一幕最终会来的。我要是能像今天的我一样，该多好！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孩子们不管在哪儿跑，我就在旁边陪他们跑。不管多大了，在干啥，我永远就在旁边，在孩子们一害怕就能抓住爸爸的地方。大胖媳妇到底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我们五一调休制度给搅黄。关于这个调休制度吧，大胖媳妇一直是非常不理解的。这不马上五一要放假了吗？她本来是万分愉快，突然听说要在你放假的前边和后边把你放的班给补回来这个事儿，她崩溃，无比懊恼，来我们公司问我，你确定你也要实行这个招别人在背后骂死你这个机制吗？我说全国都这么调休，那我们肯定也这么调啊。她就疯了，她说你看啊，放一个五一，把后边的假期给提前用了。从你的角度来剖析啊，你就这么想的，我选择哪天放，别人就得哪天放。后边的假期，哎，你提前给我，后边就不给你了，不可上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同事现在也可以跟你提出要求，我选择今天发我后边所有的工资，你就把今天到我60岁的工资提前给我，后边我也不管你要了，不管你要了，不可上去。她还来劲了，就继续无限类比啊，给我整的骑虎难下的。她说这还好比昨天不让你吃饭，明天不让你吃饭，今天就使劲吃，往死吃，不吃不行。昨天不许上厕所，明天不许上厕所，今天就使劲拉，往死拉，不拉不行。是不拉？我没有，没有也得拉，是拉。而且更离谱的是，所有的人，全国的人都今天拉，你上厕所排不上号，你说我换一天拉行不行？不行，憋着。 Okay, but I want the salary from next month. It's all the same, you just take it over. 不拉是。但是他其实很幸运，虽然28号他调休，但是调休那个日期呢赶上他没有课。我说那其实咱大铁姐弟那个账号挺长时间都没发大胖媳妇和拿铁的吃播了，咱就那天把他录了呗。然后大胖媳妇晚上来我们公司蹭饭，我不在，他就问我的同事们，你们说实话，你们对调休到底怎么想？是否和我一样憎恨，只是不敢说？你们说实话。我反正也不在，我同事就实话实说了，说谁喜欢调休啊？哪怕五一不放那么多天都不想调休。大胖媳妇说，那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搅黄。第二天他的确把调休给搅黄了，但是因为张大铁告状也到底是露馅儿，最终我在家跟他斗智斗勇，同事们得以轻松放假，我还送了他们一人1瓶理肤泉光电霜。这抗老面霜是我最近独宠，加班皮肤状态差，上妆还卡纹，用完紧致饱满多了，雪绒质地，乳化透明，肤感好，光速新生科技的有效抗老，还得看它咋搅黄的呢？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他有病了，哎呀，胃难受，肚子疼，肠胃炎，不能起床，更不能吃播了。我当时我是稍微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认识大胖媳妇这么多年，她得了任何病也从来没拒绝过吃，我好几次推门而入想抓她个没有病的现行，但是好像她真有病，就搁那躺。直到张大铁告完状，我再进去。I feel a little better, but not great. 什么声？哦，我的肚子不舒服。哎，你嘎叽窝冒气儿了，这面。我不知道，我问拿铁，他玩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冒气呀？怎么个事儿？俺爸爸的房间着火了。是吗？那你有没有把火给灭呢？火可香了，发了有香火，有香火。